这是垃圾桶捡的塑料盒，我是如获至宝。把它拆开，看呀，这个厚度，把它拆开做我的模板，简直太好用了。之前用过 CT 片，用过这个纸板，这个特别的好，还是透明的。用这个透明的这种纸板来描图也是特别的实用。看一下，就这样放上去，用笔把它描出轮廓。我只演示一个这个帽子就好了，就这样可以把它裁剪出来。新的一年即将到来，牛年的挂历也不要扔哦。这个纸片给我写文案做草稿，天天都需要用。这个拿来打板做纸板，这个上面的这个铁环也不要扔哦。把这个铁环取下，把它捋直，作为一个小铁线，我做我的花朵、做花镜或者做其他小物都是可以的。看，这样不发财才怪。怎么样？这个捋直来可长了。总之，样样都有用，件件都是宝贝。这是我新入手的一套模板，我买的这个六边形，我想做祖母片，做这些子母片，这里头的全是用一片一片剪的纸皮，每一片都是这样单独裁剪的，工程比较浩大。至于现在做什么还没想好，这些都是原来我卖的这个库存货，库存货全是8片裁剪的，比较零碎，做祖母片倒是挺合适的。不过这种面料没有全棉的好做，有技术就是任性，什么面料我都可以做。今天我准备用这个塑料板画一个模板，会比这个更快捷一些。看看我是怎么做的。透明塑料板不怎么好看，我用这个挂历来演示，把这个六边形一片一片的这样画出，复制画出，把塑料片剪成这种葫芦状的，用这个六边形在塑料片上是不好画的，用锥子来刻画，就这样连续的画下去，依次的重叠上一个底边，接着往下画，就这样用锥子在塑料片上刻画出痕迹，画了9个，裁剪好这个葫芦串，就可以直接在纸板上或者布料上直接画。现在我来试一下，太好用了，把它全部剪下来。这些纸皮都是需要拿来剪祖母片的，我还剪了这么多的塑料的底片，塑料的就不能熨烫，这个我准备做全棉的用。每次用的这个纸片的厚度需要相同啊，这个比较厚，这个就非常薄，这个跟这个就不能同时使用。有了好工具就可以事半功倍，我这样是不是很省钱呀？